你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一天我们在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，电视机上播着 Gary 的绯闻消息，他就突然魂不守舍的。不过他来势汹汹，他每一刀都好像要置我于死地。会不会装小枪做法？你会对我这么好，我就让那歹徒多刺我几刀。我舍不得慧心，我舍不得雪芝。你喜欢雪芝了是吗？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今朝花。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喜怒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。妈还不知道这件事。为了妈，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不想再自欺欺人，是我的自私害了大家，我已经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，对不起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啊！你听见吗？我喜欢你。其实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已经对你有好感。可是，后来你告诉我你是慧心，我就以为那份感觉来自亲情。直到你离开的那几天，我无时无刻都在担心你，怕你会出事。我满脑子都是你。那时候我才肯定我真的喜欢上你。我不能没有你。难道你不怪我吗？我不管你做过什么，我只在乎现在。我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，你跟我在一起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不管，我只希望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我能够在你身边跟你一起度过。对不起，太突然了，而且我的身份，我没有告诉妈你的身份，她还不知道。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你离开几天，她因为想你而就病倒了。我们的家需要你，妈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跟我回家，好吗？Madam， 如果你们没有证据的话，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。叶宇浩先生，我知道你习惯让人家等，这次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让你等了。照片里面的弓你见过吧？没见过。你看仔细点，这是杀死王若曦的凶器，弓是你的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真的没见过。
可是我们在凶器上找到你的指纹。不可能，我没见过这把弓。8月17号下午4点到6点之间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一个人在家上网。你经理人说你很忙的，没有通告吗？我当天不舒服，所以留在家休息。你说一个人在家，这是没有人可以证明的。警官，我跟他无怨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死他？搞不好是有人想要陷害我。王若曦是你女朋友吧？我们已经查到了，你们高中就认识了，在家乡的时候是一对情侣，后来一起出来打拼。我说的这些没有错吧？我承认，我跟若曦以前是情侣，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我们很久没联络了。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否认认识他呢？我担心他会影响到我的事业。你也知道啊，我们当艺人的最怕就是有绯闻。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我们真的很久没见了，警官，他死了，我也很难过。你们要相信我，我跟这件事情真的无关啊，是你们搞错了。Madam，Gary 的代表律师来了。你们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啊？只要能打的案子，我们都会接，是不是文杰？我们可以保释当事人吗？他涉嫌谋杀，暂时不能被保释。怎么可能？当中一定是有点误会的。Gary 不可能杀人的。Chris， 你先冷静一下，这里文杰会处理。我可以进去跟他谈一下吗？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这里？恐怕有点困难。困难？你不是来保释我的吗？警方在凶器上找到你的指纹，而且你之前刻意隐瞒你跟王若曦之间的关系，他们现在认为你的嫌疑最大，所以我希望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，这样我就能够帮你。我什么都告诉你了啊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你跟王若曦是几时分手的？还有，你知不知道她怀孕了？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很久没见过她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Gary， 我现在是要帮你，我不是你的敌人。你向我隐瞒真相，一点都帮不到你的，知道吗？如果你帮不到我的话，不要再浪费我时间了，我要见 Chris。Gary 很喜欢玩射箭的，以前念书的时候已经是射箭高手，可是当了艺人之后就没有时间再玩了。媒体报道 ，Gary 好像跟很多女性都传出绯闻，而且私生活好像不太检点，是真的吗？我是有劝过他，可是他一直不听。你不担心他毁了事业吗？他很聪明的，知道底线在哪，而且他一向都很注重隐私，所以只要是不影响到工作的，我都不会干涉他这么多。案发当晚，你有联络过他吗？那天下午活动一结束，他说他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就送他回来休息。之后晚上我又打过给他，知道他人没事，我交代了隔天的通告，然后我们就没联络。你有他过去几个月的工作行程表吗？有，等我一下，我上车找一找。好，谢谢。王若曦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，我也联络上他在外地的亲戚，他们说一向都很少跟他联络，所以不清楚他目前的生活情况。王若曦之前的同事告诉我，她是一个性格很乖巧的女生，上下班之后准时回家，连夜店都不会去，也没看到她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她是被人寻仇的可能性。那她跟 Gary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会惹来杀身之祸？很简单，要不是某一方面感情出轨，就是另外一方面提出要分手。男女之间通常不会是感情纠纷，跑不掉的。这个 Gary 是个明星偶像，要是他跟若曦的事爆出去，的确会影响他的事业，所以他可能是为了要阻止若曦而杀了他。我也是这么想。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证明 Gary 曾经到过杀人现场，要不然我们很难起诉他。Madam， 我查过了 Gary 的通讯记录，发现他在过去的2个月一直在跟一个叫做 Sophia 的富太传很暧昧的简讯。
Gary 是我们公司产品代言人，这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请你回答我们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跟 Gary 只是商业伙伴的关系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？什么特别关系？小心我告你诽谤。Sophia 小姐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过去半年你数次汇款进 Gary 的私人银行户口，而且这笔款项很明显的跟他的代言费不符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跟 Gary 并不是你所说的商业伙伴的关系这么简单。我相信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肯定会影响你们公司的声誉，而且我想对你的婚姻也不太好吧。那你们想怎样？我们没有想要怎样，我们只是在调查一起谋杀案，并没有意思要介入你的私生活。我们只是想确认你跟 Gary 的关系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来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想以朋友的身份跟你分享一下我调查的心得。OK。我从 Gary 的社交网站还有他的行程表，查到他这2个月来跟一个叫Sophia的富婆关系很密切。我肯定你们已经找他问话了，可是他会什么都不承认，因为他一旦承认这个丑闻的话，他的前途跟婚姻都完蛋了。那你到底查到了什么？这个酒店地址是他们优惠的地方。你怎么会弄到的？现在科技那么发达，只要是在网络上传达的讯息，我都有办法查到。你是不是又做逾越法律的事情啊？我只是想查明真相，这是最快的方法。很久没有陪老爸一起散步了，最近身体还好吗？哎，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好，没有。人老了就是这样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啊，对了，你最近还有跟那个女警官在一起吗？爸，我的事你就别太担心了。我并不是要为难你，我只是觉得你们2个根本就不适合在一起。2个在一起，除了互相相爱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是各自的背景。你们2个的背景相差实在太远了。如果硬要在一起的话，将来一定会有很多摩擦的。爸，洪老大，你进来好吗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问你老爸就知道了。怎么样？你老人家该不会把我们3兄弟给忘了吧？对呀，我们还一起出生入死过。洪老大，你该不会是失忆了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哎，原来洪老大没有忘记我们啊！看来你们是为了老柯的事而来吧？洪老大，你还算有良心啊！老柯是我们的小弟，他从澳门来到这边，被你的手下给杀了。你应该还欠我们一个交代。阿成虽然是我的人，可是我没有叫他杀老柯，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。跟你无关，谁都知道杀人凶手是你的看门狗，主人没下命令，狗会乱咬人吗？老陈现在也死了，一命偿一命，你们还想怎么样呢？你以为人死了就能一了百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一趟下来，就是要查明真相，替老柯报仇，谁都阻止不了。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老大吗？总而言之，老柯绝不能白死，我们一定要替他讨回公道。哎，洪老大，你最好保重身体，希望接下来我们还有机会再见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我们要先走了。
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帮人，你不要去惹他。不如我派人随身保护你吧。不用了，这件事你不要插手。还有啊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俊荣。我知道现在变卖房地产会亏很多，但是也没办法。钱到手之后，马上拿给我。还有啊，千万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这件事。爸，你干嘛急着把房子给卖掉啊？你是不是想把钱给萧美虎他们？他们到处放话要你好看，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不关你的事。上次你被那个老柯威胁，他们又是老柯的兄弟，我知道你们以前是一伙的，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上？甚至要不是你惹出那么多事，这件事也不会没完没了。又怪我，我上次去帮你拿回那些钱好不好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理就对了。我是洪家的一份子，他们威胁你，也就是跟我过不去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骑到我们头上来的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的事你不要插手好不好？爸，你为什么那么怕他们呢？我不是怕，我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你知道吗？怕他们就算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我不像你，我不要当缩头乌龟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你每次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呢？哥，看来那个红利单都没什么反应啊。别急，这老狐狸一定会有动作的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他会玩什么把戏吧。你就是笑面虎？是姓洪那个老狐狸叫你们来的吧？小朋友，拿那么多水喉管，赶着去修水管。笑什么？修你妈水管！小朋友，做人不要那么没礼貌。难道你爸爸没有教你说不可以那么粗鲁的吗？啊！这老狐狸果然是做贼心虚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回去告诉你的老狐狸，够胆就直接来找我，不要在后面搞多多花样。嚣张个屁呀！我警告你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不想死的话，就不要再来找我爸麻烦。哦，原来是一只小狐狸，难怪我越看你就觉得越不顺眼。不止不顺眼，还有一股狐臭味啊！有吗？真的好臭啊！你他妈的真臭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家那只老狐狸都不敢动我，算老几啊？我看你还是乖乖的闪开吧。我老爸不敢动你们，我动你们！上，住手！哥。哦，又多了一只小狐狸呀！你说什么？哎，俊荣，是爸让我来找你的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。听到了没有？老狐狸叫你不要出来搞事，我看你们两个小狐狸还是乖乖回去喝奶吧。再说一次，够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不打了？不打，我们要走了。走。你们走吧。走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冲动？你应该事先跟我商量。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你这么做根本就帮不了什么，只会把事情闹大。不然要怎样？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等他们骑到我们头上来吗？我知道你很想帮忙，可是你的方法用错了。你这次真的是太鲁莽了。是，我鲁莽，但我有自己做事的原则，不用你教。你冷静点听我说好不好？你不要管我！你要任性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长大了，别再到处惹是生非，让老爸替你担心好不好？不要拿老爸来压我！
如果你气还没消的话，我可以任你打。听我说，老爸要我好好照顾你，不要让你出事。老爸现在已经金盆洗手了，要是他受到威胁，我们可以报警处理，不需要动刀动枪的。对付这些人要是不够狠，他们会骑到我们头上来的。打打杀杀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。听我说，这次就算了。总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你以为你让你弟弟把你当出气筒就能够解决问题了？你真的是用心良苦。当时我老爸让我去看住俊荣，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。我不知道应该说你是个好大哥呢，还是个傻子。从小到大，我老爸就不让我接触社团的事。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真的很担心他和俊荣会出事。虽然我老爸现在已经金盆洗手了，可是俊荣到现在还是很不懂事，整天打打杀杀的。他这样下去，迟早闯祸的。我还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在乎他们。洪家对我有恩，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理。我明白，不过量力而为吧。你在担心我？我只是不想你做犯法的事。Yes, madam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。OK。喂。好，你给我20分钟吧。对不起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已经证实了。什么事啊Madam，你看。根据文杰提供的线索，证实了在王若曦遇害当天 ，Gary 和 Sophia 的确是在酒店幽会。我们查过酒店的记录，应该是 Sophia 找人订了房间，而且员工也可以证实，这2个人在案发的时候正好在里面。Madam， 现在 Gary 已经有不在场的证明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完全排除他的嫌疑？如果 Gary 不是凶手，那真正的凶手应该很清楚 Gary 还有若曦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他才会跑到 Gary 的家偷了他的弓箭，杀了若曦之后还嫁祸给他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放了 Gary 啊？继续追查 Gary 还有若曦身边的人，我相信凶手就藏在其中。Yes, Madam。你可以走了。Sir，有一件事情需要你们的帮忙。什么事？就是关于我和 Sophia 的事情，希望你们不要泄露出去。如果被媒体大肆报道的话，我的演艺生涯就完了。你女朋友现在被人杀了，凶手还没找到，你不去关心，现在还担心我们会泄露你的奸情。叶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警方一定会尊重你的隐私。谢谢你们的。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知道你跟王若曦之间的关系？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在保密，连我经纪人也不知道。那王若曦那边呢？他应该也会保密的，他担心会影响我演艺事业，我相信他不会说出去。哎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撕破。哇，那么多钱，哪里来的？替 Gary 打官司的酬劳太好了，请你吃大餐。这种肮脏钱我才不稀罕。什么肮脏钱啊？我赚钱啊，可以说是对得起天地良心啊。Gary 根本都没有杀人，帮他洗脱罪名啊，是好事。像他这种负心汉，只会玩弄感情，根本就不值得帮，应该把他关起来反省才对。我是专业律师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我看你根本就是借钱眼开，连这种人都帮。哎，你们大清早怎么了？好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我带你们2个去吃大餐，我请客。你请，好啊。大哥，你去我就给你翻脸。不去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去，拜拜。怎么了？为了 Gary 的案子生你爸的气啊？你爸是律师，帮 Gary 辩护是他的工作啊。况且 Gary 真的没有杀人啊。以后都不要给我提起 Gary 这个名字，听了的反胃。你跟若曦以前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？若曦的人很好，以前在学校我有什么事，她都会主动来帮我。
其实我真的很后悔，要是早点知道 Gary 是个负心汉，我就不会鼓励洛西去追 Gary 了。原来是你帮他们拉红线的，难怪你那么生气。以前 Gary 在学校是个风云人物，很多女生都暗恋他，洛西也是其中之一。可是洛西很胆小，又不敢主动，所以我只好帮他报名加入射箭部，好让他们有机会认识。洛西也会射箭？嗯。妈，先休息一下。嗯。我去倒水给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也坐下陪陪我。文杰，坐下来啊。哦。这几天啊，我没有看见你，我很担心你啊，我怕你在外头出了什么事呢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一声不响离家出走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妈，你还提这个干嘛？还不是因为你啊。这一次你哥也太过分了，可是他这么做也是为你好啊，他怕你受骗了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啦，你就不要怪他啦啊。喂，还不能跟你妹道歉啊？不用了，我没有生气，而且是我的错啊。好了，既然把事情说开了，那你以后就不要为这件事情跟你哥吵啦。对，还有你啊，不管家里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擅自处理，要事先跟妈商量一下，知道吗？哦。慧心啊，妈也不是个古板的人，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那个人，就带他回家吃饭吧，妈也很想看一看他。不用了。其实哥说的对，那个人并不适合我，我以后不会再去见他了。你真的这么想啊？既然你决定了，那妈也不多说了。其实啊，妈也希望你幸福快乐。不好意思，还是你留下来帮我。不客气，你也帮过我啊。要不是你愿意回来，妈也不会好的这么快。是我应该的，伯母对我那么好，我也不想她难过。怎么了？其实那天医院的事，我希望你不会觉得不自在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在家里你需要叫我哥，可是我希望在外面你不会把我当哥哥。你们都在啊？大哥，喂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当然是来买花，买给永言呐。是要去拜祭洛西的啦。我帮你啊，菊花好吗？可以，谢谢。喂，刚才我都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你们两个靠得很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事啊。还说没事，可是看你们两个刚才的感觉都怪怪的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就不要乱讲。哦，不要我乱讲也行。等一下呢，就当我的司机载我去拜祭洛西。你安静一点，要不然以后我再也不会帮你的。包好了，谢谢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们没什么。他赶时间，我开车送他。拜拜。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秘密啊！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啊。哎，你不要乱讲话。他还没接受我，我不想他尴尬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怎么突然间想要来拜祭洛西啊？其实昨晚我梦见洛西。什么梦？在梦里，他跟平时一样，我们有说有笑的说着中学时期的回忆。可是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突然消失。洛西的心地这么善良，命运却这么惨，到底是谁这么残忍要对他下手？
怎么会有花？不对啊，洛西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照理说应该不会有人来探望他才对。他没有其他的朋友吗？知道他墓碑在这里的人，除了我之外，应该就没其他人了。这些花还很新鲜，放花的人应该刚走不久。大叔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请问你们看到刚才放那束花的人啊？哦，刚才有一个老先生来过这里，但是我没看清楚他的样子哦。谢谢。OK。Jason， 暂停一下。可，你认得这个人吗？这背影有点熟悉耶，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。他会不会是若曦的朋友？好像是，哎，又好像不是。文杰，你有什么见解？这个男的肯定很可疑，搞不好他跟若曦的死有直接的关系。怎么说？我们已经证明了 Gary 是被陷害的，而我觉得真凶肯定跟他有过节，所以才会嫁祸于他，而且他应该认识若曦，才会这么了解他。我同意你的分析，不过我们现在手头上的线索很有限。科尔，怎么样？我肯定我在哪里见过这个人。那你去若曦家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见过他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在洛西家见过这个人，他好像是洛西的房东。有人在吗？请开门。你好，你们是？我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赵安妮，这位是我的同事。我们有事情要问你。方便进来吗？你们找我什么事啊？你认不认识王若曦啊？他是我的房客，2年前搬来这里，跟我租了隔壁的单位。那你有没有见过她男朋友啊？不清楚啊，通常我是不过问别人的私事。他跟你租房子应该有2年多了吧？那这段期间，你有没有见过他的什么朋友上来找过他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每次我去收租，他都是一个人在家了，我也没有见过有其他人来找过他。Jackie， 你朋友都这么叫你的吗？你跟若曦的关系怎么样？一般啊，偶尔碰面会闲聊1、2句，不过他不多话，所以我也就没有主动跟他打交道。不过新闻报道说他被人谋杀了，其实我也感到很意外啊。他不像是一个会跟别人起冲突的人。谢谢。会不会觉得这个房东有些可疑啊？你觉得呢？应该和这宗谋杀案有些关系吧。之前可儿跟我说过，他见到 Jackie 带一些保健产品还有土产上来给王若曦，可是刚才 Jackie 却说他没有见过王若曦的任何朋友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年纪太大了，所以比较健忘？不可能吧？刚才他说他们的交情一般，但是如果交情真的一般的话，不会这么关心彼此。所以我怀疑他有事隐瞒我们。那我回去再查一下他详细的背景资料。雪芝，我买了吃的东西给你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累。那你快点去休息吧，店里的事交给我好了。
怎么了？医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初步诊断，他的脑瘤有扩散迹象，情况不太乐观。不是说吃药就可以暂时控制的吗？这你就要问他了。他似乎没有定时吃药，所以病情才会恶化。为什么不吃药啊？我吃了很难受，又很容易累，不想再吃了。那是药的副作用，是必经的过程。而且以你现在的情况，你再不吃药，恐怕病情会更加恶化。医生，你老实跟我说，我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？我刚才说了，情况并不乐观。可是如果你定时吃药，那就会有希望。怎么了？再让我担心？不用担心了，医生都爱夸大的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不如我送你出国求医吧。我听说英国有个脑专科医生，他是这方面的权威，或许他可以帮到你。不要浪费钱做无谓的事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不需要的，不值得。我不管值不值得，只要是为了你，都值得。听我的话，出国求医好吗？以后再说吧。进来。Madam， 向你报告一件事情，郭兴的老婆郑爱玲已经过世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们联络到他台湾的家人，才知道郑爱玲她回去台湾之后，她一直走不出她失去孩子的阴影，结果在1年前跳楼自杀了。这件事郭兴知道吗？他知道，他当时有过去台湾奔丧。他明明知道太太去世了，却故意隐瞒我们，他们没有联络。他有问题。他会不会因此而怀恨在心，把老婆的死也算在你身上，回来找你报复？开门，郭兴。知道了，谢谢。不用再敲了，他应该不在家。子亮刚刚打电话来说，书店那边也找不到人，他上个星期已经关店了。Madam， 他就是这里的房东。你好，我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赵安妮，请问你知道郭兴去了哪里吗？其实上个星期我来这里收房租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，找他又找不到，拨他的电话他又没听。可以让我们进去看看吗？好的。Madam， 那个郭兴是不是做了什么犯法的事啊？我们正在调查，细节不方便透露。我们分头看看吧。Yes, madam. Madam， 你进来看一下吧。Madam， 你没事吧？没有时间了，赶快找郭兴。喂，我已经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今天不能赴约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已经找到袭击我的凶手，我现在要去追捕他。那你小心一点。知道了，拜拜。
哦，肚子好饿，一起吃饭。你没事吧？安妮好像出事了。安妮什么事？我不知道，有不好的预感。重案组刘子亮，我是文杰，请问安妮在吗？Madam 不在，找他什么事啊？我担心她有危险，可是我一直联络不到她。你知道她在哪里吗？Madam 车上有卫星定位，我现在马上帮你查，查到我会发给你。我们这边也会赶过去。好，谢谢。终于来了！你站住！别过来！郭鑫，你想干嘛？你难道忘了吗？是你害死我老婆和孩子，我要替他们讨回公道！郭鑫，那是一场意外，你老婆的死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要阻止那些歹徒，车子失控才会撞伤你的老婆的。够了，你别再说了，闭嘴！你要对付的人是我，不要把我的父母牵扯在内。你快把我爸放了。好啊。你要我放了他们2个，你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自我了断，用你的命换他们的命。你不想死吗？郭鑫，郭鑫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。我知道你的心肠不坏，你不想再伤害任何人。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想想。如果你老婆还在的话，她也不想看到你这样。你够了！你闭嘴！你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郭鑫，你不要乱来！你还不要开枪是吗？好。郭鑫，我数到3，再不开枪，我就杀了他。1、2、3，住手！你还在等什么？开枪啊！开枪！安妮，不要！他是谁？不是说要你一个人来吗？文杰，你为什么会来？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自己来的。你冷静一点。你站住！你别过来！杀你！我要你杀了他！不行，我杀了他又怎样呢？你也是逃不了的。好，你别杀他是吗？那死的就是你爸！住手！安妮，你在干什么？文杰，对不起，我爸爸对我很重要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